2026年6月20日，韩国釜山，电影之都。夜幕刚刚落下，釜山电影中心的露天剧场已经人声鼎沸。这里是 KISF 全球 ART 大赏的舞台，一个汇聚了来自14个国家、231部作品的国际流媒体盛典。来自韩国、日本、泰国、菲律宾的明星依次登上红毯，灯光璀璨，掌声四起。而就在那一刻，没有人知道，当天晚上有2位来自中国的演员即将在这个韩国主场上演一场属于华语影视的历史性时刻。这2个名字叫田曦薇和宋威龙。你们知道那一晚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让整个亚洲都在讨论的故事。那先来说说这场颁奖典礼到底有多厉害。 KISF 全名 Korea International Streaming Festival 是一个专门聚焦全球流媒体内容的顶级奖项，每年在韩国举办。它不是一场单纯的娱乐颁奖，更像是全球流媒体产业的一次年度检阅。今年的大赏共设19个奖项，入围作品横跨韩剧、华剧、泰剧、菲律宾剧以及欧美 Netflix 原创内容，竞争之激烈，堪称前所未有。而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与 Quote 人气大赏与 Quote， 也就是 People 与 Opus as Choice Award。 这个奖项不是评审团投票，不是行业评选，它只认一件事：观众的真实喜爱。每一票都来自全球真实粉丝的选择。你们能想象吗？在这块以韩流为主场的土地上，一个中国女演员和一个中国男演员分别从数以100万的票数中脱颖而出。田曦薇749万8179票，宋威龙638万2658票。2个人在同一个夜晚拿下了同一个赛道上最闪亮的奖杯，而这背后的故事远比数字本身精彩得多。先说说田曦薇，很多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人可能会问，她凭什么？她的什么角色让将近750万人愿意专门为她投票？答案藏在2026年3月播出的一部古装剧里，《逐玉》。这部剧讲述了一个专职杀猪的屠户女樊长玉，在雪地里救起了一个奄奄一息的落难侯爷，2人由此展开了一段从各怀慕的假婚入赘到生死与共，并监护国的热血爱情故事。剧情听起来是熟悉的配方，先婚后爱，甜虐相见，但田曦薇在这部剧里的表现让很多人改变了对这类古偶剧的既有印象。她饰演的樊长玉不是一个等待被拯救的柔弱女子，她扛得起刀，护得住家，在最危险的关头是她先伸出手。田曦薇把这个角色的韧劲和温度都诠释得恰到好处，让观众在追剧的同时真实地爱上了这个角色。逐玉3月6日登陆爱奇艺、腾讯视频和 Netflix， 几乎同步覆盖了国内外观众。尤其是 Netflix 这条渠道，让这部剧飞速在东南亚、北美华人社区乃至更广泛的字幕党群体中传播开来。而田曦薇也顺着这股热浪，把她的名字送到了釜山颁奖台上。如果你也被逐玉种草了，记得点个赞，让更多喜欢华语剧的朋友看到今天这个视频。现在再来说说宋威龙。说实话，如果是2年前，可能很少有人会预测到2026年宋威龙会在国际赛场上拿大奖。这不是在黑他，而是因为他的翻红故事本身就太戏剧化了。2020年，他凭借以家人之名大火，被不少人视为新一代男主角。但此后的几年，他主演的几部剧《君子盟》《相思令》《韶华若锦》反响一部比一部平淡，批评的声音开始多了起来。有人说他与 Quote 只有颜值、演技木头与 Quote， 甚至给他贴上了与 Quote 扑街体质与 Quote 的标签。那段时间，他自己也在沉默中等待。然后骄阳似我来了。这部都市爱情剧由知名作家顾漫亲自编剧，宋威龙在剧中饰演林宇森，一个原本是天才外科医生，却因一场车祸导致右手神经受损，被迫告别手术台，转型从商的男人。这个角色有一种独特的与 Quote 破碎感与 Quote， 他不是那种从天而降无所不能的霸道总裁，他有过失去，
有过无声的痛苦，有过在广阔的敦煌旷野里独自与过去和解的夜晚。而当他爱上聂曦光，他说出的那句台词让无数观众直呼上头。语 quote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担。语 quote 这不是霸总的傲慢，这是一个经历过真实创伤的男人在选择以尊重的方式去爱。这部剧2025年12月22日在腾讯视频首播，以30130的热度峰值刷新了腾讯2024年以来现偶剧的最高热度纪录。微博话题阅读量超过 25.2 亿，抖音相关视频播放量超过 119.8 亿，成为2026年开年最现象级的爆款作品。宋威龙终于等到了他的语 quote， 林宇森语 quote。 6月20日夜，红毯现场，田曦薇和宋威龙是当晚最后一批走上红毯的嘉宾之一。红毯的灯光并不完美，户外露天场地，光线条件有限，但这两个人就像是天生会在镜头前发光。田曦薇的造型优雅而凌厉，宋威龙的西装笔挺，气场从容。他们一步一步走来，现场的快门声几乎没有停过。网友后来给了他们一个称号，那一晚的语 quote， 女王与王者语 quote。 当颁奖典礼进行到 People 与 Opus as Choice Awards 环节，气氛瞬间沸腾。这是观众投出来的奖，代表的是跨越语言和文化的真实共鸣。最终田曦薇以7488179票斩获语 quote 最受欢迎女演员语 quote， 宋威龙以6382658票斩获语 quote 最受欢迎男演员语 quote。 那是两座沉甸甸的奖杯，也是来自全球观众最真诚的心意。评论区告诉我你最喜欢他们两个里面的哪一个，或者你最喜欢竹玉和骄阳似我里面的哪一个角色。颁奖台上，宋威龙做了一件让现场韩国观众都没想到的事，他用韩语发表了感谢词，再切换回中文向全球的粉丝致谢。那一刻，现场的掌声格外热烈，不是因为他的韩语有多流利，而是因为那份真诚的用心跨越了语言的隔阂。现在我想说一个很多人没有认真想过的问题，这场胜利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人说这不过是粉丝的刷票大战，没什么含金量。但你们不知道的是，能在韩国主场的流媒体盛典上赢得 People 与 Opus as Choice 不只是粉丝数量的比拼，它代表的是这些作品已经真正突破了语言屏障，在全球观众中产生了情感共鸣。竹玉在 Netflix 上线后，进入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内容推荐榜单。骄阳似我的相关话题在 TikTok 上吸引了大量非华语用户自发制作二创内容、字幕档、混剪视频，席卷东南亚社交平台。这是5年前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华语内容一直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但走出去长期是一道难题，从配音到字幕，从平台分发到文化认知，每一道门槛都不低。但 Netflix、IKI 国际版、Viu 这些平台的全球化布局正在真实地改变这件事。田曦薇和宋威龙的获奖是这个趋势的一个缩影。他告诉我们，好的内容终将找到他应得的观众。而宋威龙的故事还有另一层意义。从语 quote 扑街体制语 quote 到国际赛场的人气大赏，他走了6年。6年里，他没有出走，没有放弃，而是在等一个真正属于他的角色。林宇森的语 quote 破碎感语 quote 打动了无数观众，因为那份破碎里有宋威龙本人的某种真实。这件事想想其实很让人动容，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即刻被看见，但只要你还在那里，机会就可能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降临。这一晚有3件事我想留给大家思考。第一，天赋不是护身符，沉淀才是。宋威龙不是因为帅才赢的，是因为他终于找到了和自己契合的角色，并且用进步的演技去撑住了他。第二，内容的力量真的可以无视边界。田曦薇在釜山的台上拿奖，背后是数百万个不同语言的观众选择点开了同一部中国古装剧，并且为他心动。第三，这场赢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华语内容走向世界的路才刚刚开始走宽。这2座奖杯是一个信号，